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今天是8月22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我们今天呢，依旧从2个方面来去分析一下行情。那纳指呢，最近是连续的一个下跌啊，现在呢，这个跌得人心惶惶。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是因为这个不降息的一个概率呢是明显升高，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华尔街资金呢是出现一个避险的一个情况。我们呢，在这个本周的一个课程呢里面去提到了纳指的一个高位震荡呢，是要用多空转换的一个方式来去看。我们现在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信号呢，如果说出现反弹，我们没有降仓位的小伙伴呢，是要把仓位降下来的。那我们来跟踪一下股票方面呢，是今天会讲到英伟达、联合健康、英特尔、PLTR 还有 CRWV 还有 MSTR。 如果说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纳指的话，最近呢，我们是说啊，从这一个跌破黄 K 的一个日线开始呢，每一天的一个盘前广播里呢 ，Lucy 就给大家去讲到了，说我们要降仓位，从这一天开始讲，一直降仓位啊。那昨天的一个十字星呢，其实是比较弱势的一个表现。那纳指呢，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低点呢是在周三的一个盘中的一个过程中呢是出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纳指连续下跌呢，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现在还是一个多方的一个趋势当中。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 ，Lucy 此前也在这个下跌的地方提醒过大家，就是说调整呢后续都是会加大的，那么它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宽度也会加宽。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它的一个多空转换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要去看一下星期三它最低点是达到了哪里，给大家去画一条横线。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它的一个低点呢是来到了这一根 K 线呢，我想大家还记得，就是说它在这个新一轮的一个没有形成的这种结构9当中，这一根 K 线呢是1号 K 线。那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就是说这个结构9呢是在这一天去打破的，就没有成立，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失去了它前面的这些数字，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做一下参考的。也就是说它回落的一个过程呢，它最低点其实呢是在这一天的一个开盘价，也就是说我们此前讲过的这个1号 K 线的一个防守位置呢，其实还算是有这个防守的一个作用的。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白线的延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在这一轮的一个结构9当中，它也是1号 K 线跟9号 K 线的一个共振点。所以说其实呢周三的它的一个低点呢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能看到它的一个共振的。那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其实我有在周4的一个课程里有给大家去讲解，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可以看到上半场的时候，这一根 K 线呢是蓝色的 K 线，所以说它最终低点的一个位置呢，其实是有一个共振点的一个支撑的。在盘中呢，我们也有很多财生朋友呢，在这个位置呢去做一个短线的一个抄底，也得到了不错的一个这个收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昨天啊纳指呢是在盘中呢出现了一个这个止跌下影线，那我们说这个下影线呢就是需要得到一个修复。当然呢 Lucy 的一个看法是啊，我们以这一根大阴线的一个上下为去做参考，所以现在呢相当于来说，资金现在在这个位置呢是处于一个多空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十字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资金是在等一个消息。他等的是什么消息呢？就是美联储在星期5的一个时间里会有这个鲍威尔的一个发言。那如果说这个鹰派发言的话呢，降息的概率呢就会大大下降。那从而也能看得出来，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出逃的一个过程。所以可以看到纳指呢，它的一个散财童子呢就有流出，这也就契合了这样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一个支撑位呢，现在我们有看到21000这个位置，如果说这个位置还是会被打破的话，出现这样的一个阴线的话，那就真的是这个不计成本的要先把我们的一个本金先出来。那其实呢 Lucy 有在这个过程有给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包括财生朋友去讲，就是我们现在呢这样的一个紫色飘带呢会给到我们一个
个趋势方面的一个确认。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紫色飘带去做一个低点或者低吸的一个动作呢，去把这样的一个紫色飘带它的一个震荡可以去做一些短线的一个交易。所以纳指呢会在未来的一个行情当中，通过震荡的话，我们就去看这个紫色飘带会不会出现一个变字。如果说出现变字变成空方带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就要小心了，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多空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现在纳指的话，相当于来说，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小小的支撑。我们只要看今晚的一个这个议息会议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Lucy 的盘前广播，有给大家去写到8月21号盘前的时候呢，是讲到了纳指呢是出现了上半场暴跌，下半场拉升，日内分析性反转。我们参考的呢就是多方带的一个区域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回踩到了本轮形成的 TD9 的一个1号 K 线，也就是刚刚给大家去标注的这一根 K 线，用到了这个大阴线战法呢，其实我有去给大家画到这个反弹的一个区间呢，就是21314.95到21457.48这个位置为参考区间，也就是说图中就是这一根大阴线的一个区间，包括这个9号 K 线的一个顶。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说从周线看呢，已经是顶分型的一个组合了。也就是说，接下来本周2天的话，21108.32这个位置都不能被破掉。那周线呢是有三彩童子出现，所以在这个过程一直是提醒我们的财生朋友呢是降仓位、降仓位再降仓位。所以说反弹的话还是要降仓位的。也就是说，等到指数真的是出现反弹的话，我们也不是说抄底的一个过程，而是说它反弹的一个高点的一个位置，无论是到哪里，我们都是要去降一个仓位，把自己的仓位降下来，拿到资金之后呢，是去做多还是去做空的话，这个才是关键。所以说现在这个纳指呢给到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热点股票如何去交易。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英伟达在这一个过程呢，其实它还是比较坚挺的这一段2周的一个行情呢，其实还是在一个箱体中震荡。但当时呢 Lucy 有跟大家提到过在周日的视频里呢提到过，英伟达呢它是有资金的一个撤离，当时是没有这一根阴线的。那我们在这个小小的 K 线震荡过程中是怎么发现的？就是因为我们的龙头引力出现了周线的三彩童子，所以说这是一个大方向的一个确定。那在这个过程中，现在英伟达它已经出现了下跌，而且它下跌的幅度还是蛮大的高点呢是在182.4毛3，那低点呢会去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是比上一次下跌还要低。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知道这个英伟达等于说在盘中呢它拉起来了，而且呢其实 Lucy 有看到英伟达的一个走势直接影响到纳指的一个走势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看准英伟达它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英伟达的话呢，昨天是显示的比较弱了，它的一个6号 K 线呢还没有站上175.6毛4这个位置，而且这个价格呢其实就是这一根大阴线，此前 Lucy 教过大家大阴线战法的一个底。所以说如果它反弹的话，它在这个过程它要先站稳这个底，然后我们才能去看它去修复这个大阴线。那这个大阴线能不能修复掉，其实我们从彩虹带呢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它在这个位置有一点点3条线收口的一个动作了，也就是说如果未来行情还是股价在这个过程中震荡的话，那它的一个变字就一定会出现。那如果说出现变字的话，英伟达它就真正出现了一个空头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Lucy 在我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里呢有跟大家去提到说，英伟达的这一只股票呢，我们都看到了资金的一个流出。那我们参考区间呢，就是这个大阴线了，175.6毛4到182.4毛3。彩虹带的3条线要收敛的话，那我们就要用空头思维来去交易。所以后面给大家提供的 NVDD 这个可以去继续跟踪观察。那一旦英伟达出现调整，一被做空就可以做起来了。变字就是上车的机会指的是 NVDD 它出现变字是上车，而不是说英伟达这个位置出现变字上车。那我们来看一下 NVDD 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那这张图表呢是 NVDD 的日线走势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与这个英伟达的正股就是一个剪刀差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呢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收敛的一个动作，而它NVDD 反向呢是一个空头的一个收敛动作。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英伟达它下跌那一天，我们就看到了它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止跌组合。可能有粉丝朋友会说，我们的这个彩虹带现在还没有出现辫子，那你这个止跌组合有没有用？其实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止跌组合，它其实没有跌破我们左侧的这些白 K， 而且白 K 的形成过程中呢是有资金流入的，所以说聚宝盆和白 K 呢是一个日线抄底非常准确的一个信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要等 NVDD 呢再次出现一个辫子，我们就可以再用止跌信号去上车了。那我们止跌信号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那在这个 NVDD 这种已被做空的一个标的里面呢，其实它会有很多种，也可以出现那种单针探底的一个动作。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辫子之后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锤子线，我们也可以去参与，就是与英伟达形成剪刀差的一个标的。那当然可能有朋友想要去 NVD 2倍的做空，但是呢2倍的话就要等到它的一个辫子出现才可以。如果说你还是我们的一个粉丝，但是不是财生的话，那大家可以去找 Lucy 的助教呢看一下 NVD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就是这个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市场的消息面呢，会对英伟达有一些影响。那高盛认为美股呢动量，也就是指的英伟达，它是一个这个龙头股，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出现反弹。那历史数据的话支持这一观点，但是呢我们不看机构说了什么，我们要看机构做了什么，他们资金已经出逃了。那在这个过程，我们知道8月27号的收盘，英伟达呢它即将公布财报，那市场呢对此高度关注。其实呢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它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呢现在 H20 呢已经放开了，但是这个订单到底有多少？需要订单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恒大那边需要订单，但是这个 H20 到底订单有多少，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资金到底如何选择。所以在这个过程，是不是英伟达这一轮的一个上涨的话，就透支了它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兑现。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不看资金说了什么，我们看资金做了什么。只要资金出逃，那我们还是要在英伟达上面去减仓的。那等于说现在我们只要去看准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就可以了。那咱们的这个粉丝朋友呢注意了，如果说想要跟紧Lucy 的一个财生频道的盘前广播，那我会写到我近期跟踪的一些股票机会和交易思路。如果说咱们是新加入的粉丝朋友们，你们呢是有整整15天的一个体验期，如果现在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体验的话，可以赶紧去找 Lucy 的助教老师去领取。那第二重福利呢，是喜欢玩期权的粉丝朋友们， Lucy 呢在我的一个 YouTube 平台上会员频道里面给大家准备了期权的入门课程和一些实战交易的一个分享。那在我的一个会员视频里，如果说你点击了一个加入字样，那成为了 Lucy 的超级露露粉，你不但能看这样的一个期权的知识视频和实战交易技巧分享， Lucy 再给大家延长我们的盘前广播的一个赠送时间呢，是再加30天，也就是15天加30天45天的一个体验。那这里边呢是有交易期权的一些这个重要的方法，那大家就不要错过了。那本周呢 Lucy 和团队的老师们呢专门为大家准备了多空重构利润保卫战的一个课程，那是在香港时间的上午10点，从8月19号到8月23号每一天都有课程。如果说过去的课程呢大家没有听到的话，可以找助教老师去领取，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说大家跟上上课的打卡呢，还额外有惊喜。那领取这样的一个报名方式呢，就是戳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发送口令是利润2个字，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大礼包领走。那打卡的惊喜呢，就是如果说你能坚持打卡，每一天呢都可以去换一次这个行情广播的一个解析。因为在这一周呢 Lucy 一直在提醒大家要减仓，我们在本周的话呢做到了这个逃顶，所以大家要重视起来 Lucy 的一个盘前广播，是可以给到大家一些这个赚钱的机会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呢，大家就赶紧去领取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联合健康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健康呢，最近 Lucy 有一直去分析它。那我们的粉丝朋友呢是知道的啊，在这个过程是看到了这个机会，但是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什么？我们没有放弃对这一只标的的跟踪。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股神巴菲特站台的股票呢，实际上就真的有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这个支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纳指它在下跌的过程，那联合健康它就没有下跌，而且呢，这一只股票呢，它不是属于科技股，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它有了一些这个支撑。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9号 K 线的话是黄 K， 虽然说这一天呢是这个跌破了黄 K 的一个开盘价，但是啊，我们知道它其实呢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最低价没有被跌破，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小心的去分析一下联合健康的走势。如果说在技术上啊，联合健康它没有去修复这样的一个彩虹带的话，没有跌破这根9号 K 线的话，大家是可以不用卖出的。而且呢，还要找机会啊，找机会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包阳或者是止跌信号的话，还是可以去参与的。那这是联合健康的一个分析，而我们现在呢看到了一些端倪，就是现在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到现在是在加速区，而且没有资金的一个流出，这一部分资金呢它也不会说更快的流出，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股神买入股票，它不会在短时间内去卖掉，它一定在等后面的一个长线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其实呢联合健康它在这个300元左右，包括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发散的过程中，其实是有机会买入的。而且 Lucy 提醒大家 MACD 现在是有一个上穿零轴的一个过程，如果说 MACD 两条线穿过零轴的话，它现在就进入了一个强势区。强势区的话，一旦股价上涨呢，它是有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双龙出海的一个图形的话，大家是可以去进一步研究和跟进。那这个是一个分析，所以它第一目标呢就是319块2毛4这个地方是要突破上去的，那我们就打开了上方的一个空间。所以呢，这是联合健康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近期呢炙手可热的股票英特尔，它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英特尔呢，在这个过程啊 ，Lucy 说过，它这一次的一个反弹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它已经突破了机构成本线。而且大家知道，英特尔它的一个消息呢，现在是有很多机构呢是争相买它的股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的一个每一次回踩呢，其实是机会。那我上一次的一个视频有跟大家去讲我们的一个周三的一个视频，大家看一下。那我有跟大家说，我们还是不能追高，但是我们可以等它回踩辫子的这个过程去参与。而且我当时给大家画了啊，它要回踩到这样的一个机构成本线，所以说现在科技股调整就是给了英特尔的一个上车的机会。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根 K 线呢，其实我们算它是止跌信号吗？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彩虹带现在呢是非常的一个接近了，而且它现在的一个低点呢是踩到过我们的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上方，也就是说在23到23.5块24这个区间呢，如果说真的出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阳线的话，是可以先做一个波段的一个上车的，这是英特尔给到的一个机会。当然英特尔呢，其实在过往的一个盘中的一个交易的话呢，它的一个股性呢就比较活跃，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你可以通过彩虹带靠近的位置去参与的话更为稳妥一些。当然它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聪明资金的流入就还没有流出，它现在还在一个加速的一个区间，所以呢，我们知道英特尔其实回调就是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LTR 的一个走势。那 PLTR 呢，在最后一轮加速的一个上涨过程呢，Lucy 也有给大家讲啊，说这一段啊应该是神龙摆尾的最后翘尾巴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呢，它在190元下跌的一个过程，其实呢它的一个跌幅比较深了，从190呢直接跌回到最低呢是142这个位置，现在呢是145上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回调的幅度呢就比较够深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4号 K 线和5号 K 线是蓝色的，也就是说在日线里面呢，它是出现了一个机构低吸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啊，这2天的一个回调对于 Lucy 来说呢，其实是最好上车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纳指它的一个下跌啊，幅度还是比较深的。那 PLTR 呢，也就此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跌，最多的时候是跌了9%这个位置。但是好在呢，它出现了一个抄底套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下跌对于 Lucy 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我本来就是空仓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期权的一个操作。
这个 PLTR 呢，我是25年8月29号的一个合约期是这个是做的一个 call option，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我是看它的一个反弹，所以呢是在8月20号这一天，给大家看一下时间，是在不到10点半10点20多的时候上了车。当然呢肯定是买不到最低点了，10点半左右这个位置上车，但是呢它涨到了这个反弹到了12点半之后，大概是快接近这个1点过程中呢，我是把它出掉了。那在这个地方期权的一个这个收益呢，大概是在50%左右我就出来了。因为毕竟是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那我也不可能拿太久，所以这就是做了一个抄底套餐的一个 call option 的一个实战的一个分享。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一下其实呢 PLTR 的话，它是出现了2根机构低吸的蓝 K， 但是它的一个反弹力度呢是比较弱。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出现了这个 TD9 的一个信号。那我们知道，如果说它后面7、8、9想要形成的话，它至少它是在这个过程中3、2要收盘呢是低于这个位置。那现在显然看起来它现在反弹的话不会反弹这么高，所以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呢是 PLTR 的话4号 K 线是一个大阴线，那我们就要以这个4号 K 线呢去做一个大阴线战法的一个分析。那等于说大家就知道了，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 PLTR 它还能反弹上去，那就是这个参考的一个位置。那可能会有粉丝朋友问，你就那么笃定说它能反弹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了 PLTR 它的一个彩虹带现在呢是多方，但是它有一个收敛的一个动作，所以呢 Lucy 也没有说特别的大的把握它能反弹到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收敛变成了一个变字的话，出现变字的话，那至少股价它还会去试探一下这样的一个边界。也就是说上方的话，我们先以165这个位置呢去做一下参考就可以了。这个呢是 PLTR 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的一个抄底套餐是如何去用的。我们去看一下 PLTR 的一个30分钟，那当时呢是10点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白 K 出现。那我们大家知道，如果说你熟悉这样的一个抄底套餐的话，你就会知道它出现龙头引力的一个聚宝盆的话，它的一个机会是多么难得。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你的 K 线比较熟练的话，这是一个底分型，非常明显的底分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用到了一个抄底套餐，就会比超过白 K 这个位置呢会早一步的一个上车这个就是呢我们的一个熟练程度。Lucy 对于我们的财生新学员的话呢，按照标准这一个阳 K 上车会好一些。所以这个就是呢 PLTR 30分钟给到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这个时间10点半上车，然后呢我是在这个大概不到1点钟这个位置是出场的，那等于说没有等到它最后的一个收盘，这个时间呢对于我来说不是很友好。所以 PLTR 的话，它现在30分钟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变字，所以大家呢要看懂它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是多么给力抄底套餐现在呢还是一个100%的一个胜率。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RWV 的日线走势图。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 CRW 这个过程呢，我们是看到了同样的一个机会。那大家可以参考 PLTR 的一个走势呢去看一下。那这一只股票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从3号 K 线一直到7号 K 线都是蓝 K。而且呢，我们一直要等等那个 TD9 的一个出现之前我们是遇到过这种情况，等9号 K 线，它或许是一个低点。而且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位置呢，有抄底的一个资金来，所以呢，白色的一个峰值呢就会比较大。那在这个地方，而且非常好的一点是这个日线呢会容易出现聚宝盆。我们只要再等一个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就可以了。所以财生们注意了CRWV 呢是我关注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股票。那我们看一下它在60分钟出现了什么，也就是说近2天都可以去跟踪一下它的一个机构的一个动向。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60分钟呢现在是一个无限聚焦，那等于说很快要出现变字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还没有出现聚宝盆，但是大家可以看30分钟的时候是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只要一等变出现的话，实际上 RWV 你不管是正股还是说想用 call option 呢去抄底的话，那 Lucy 呢都会去试一试的。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它与这个 PLTR 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动作呢，就是抄底套餐。当然如果你是粉丝朋友的话，你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彩虹带，或者说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白 K 的话，那也可以去找 Lucy 的助教呢去做一个截图。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分析一下 MSTR 的一个走势。
那 MSTR 的话呢，最近是因为这个比特币回调呢，它是出现了连续的一个下跌，但是它这个下跌过程中啊，不是说不会出现反弹。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 MSTR 它下跌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蓝色 K 线，也就是说蓝 K 呢，它在打到我们的一个机构成本线的时候呢，是出现了第一次的一个反弹，但是它反弹的一个位置，其实我们也能预判到。就是这个中方带的一个中轴线。那我们如果说你在它反弹的一个过程，中轴线呢，我们再除掉的话，其实反弹4天还是给到了一些空间的。我们来算一下，它是380买的，如果说410这个位置去卖掉的话，也是会有大概10%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这呢就是 MSTR 第一个反弹。那这一次为什么 Lucy 拿出来说了啊？又一次出现了到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位置，而且这一次呢还是有蓝色 K 线。有一点差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说现在还是7号 K 线。如果我们等到8、9号 K 线再去上车的话，或许能等到一个机会。这是 MSTR 它现在日线给到的机会。那聪明的小伙伴、眼尖的小伙伴应该看得出来，它有这个聚宝盆的一个字样了。那如果说再过2天啊，8号 K 线和9号 K 线出现的话，会不会能有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那有资金的流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 MSTR 又可以去做一个波段的一个反弹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跟踪 MSTR 的一个动作。当然呢，我们也要承受啊，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 K 线的话，那我们也要去等一等它的节奏。所以在这个过程，如果说它反弹的话，那有可能还是中轴的一个位置，也就是380。那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如果说它在330的一个位置上车到380的话，它有可能是超过10%的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啊再放低一点，只要给自己的空间不大，不去贪，其实呢它的一个反弹还是可以做的。这就是 MSTR 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